欢迎收听《生命的光》，我们从基督教的视角来看世界。今天呢，我们想来深入聊聊一个话题，就是20世纪初的时候，那个洛克菲勒基金会在中国的医疗慈善工作。看看这些工作，特别是像北京协和医院这种很有名的例子，是怎么体现出它背后深厚的基督教信仰根基。对，没错。我们今天就是要来好好看一下这些看起来很庞大的事业，它背后的那个信仰动机到底是什么？很多人可能知道协和医院，但比较少去想，像是爱人如己这种基督教的核心价值，是怎么一步一步指导了他们从决力要捐钱，到后来怎么去经营。那我们就从源头开始说起好了。这个基金会的创办人约翰·迪洛克菲勒，他本身是一位听说是非常虔诚的浸信会信徒。他的个人信仰在里面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啊？这个很重要。他的核心信念就是他觉得他拥有的巨大财富其实是上帝托付给他的，所以呢就必须用来荣耀上帝，服务人群。这不只是说捐点钱就好，更像是把基督教的伦理，像是圣经里那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讲的那种怜悯心、责任感，用一个前所未有的大规模方式去实验。他想的不只是帮眼前看到的人，而是怎么从根本上，就说系统性的去改善大家的福祉。这就直接影响到基金会为什么特别看重医疗跟教育这两块。原来如此。那这就带到我们刚刚提到的北京协和医院。这个在当年肯定是一项非常非常宏伟的工程吧？它是在1921年正式成立的，但我看到的资料是说，它的基础其实是1915年基金会收购了一个本来就存在的由英美教会创办的协和医学堂，是这样子吗？对，没错，是这样子来的。他们那时候的目标不只是要盖一个跟欧美一样好的医学中心而已，更重要的是，小洛克菲勒就是约翰的儿子，他特别强调这种投入一定要有那个服务的精神。他甚至说过，如果西方医学不能被中国人艰辛接纳，那做这些就没意义了。这背后其实就是基督教很强调的那种怜悯心，还有对每一个生命的尊重。像约翰福音说的，上帝爱世人嘛，他们希望培养出来的是那种技术很好，但同时又有服务心肠的本地医生护士。后来像林小芝医生这样非常了不起的人物，可以说就是这个理念下培养出来的成果之一。了解了解。那除了协和这么大的项目，资料里面好像也提到了南京的鼓楼医院。这个医院更早，是1892年一位加拿大的传教士马林医生创立的。虽然这个不是洛克菲勒直接资助的，但它算不算是同一时期类似的有信仰驱动的医疗行动浪潮的一部分吗？绝对可以这么说。鼓楼医院它代表的是一种更直接的医疗传教模式，就是透过治病救人，先建立起信任感，然后有机会的话再分享信仰。那洛克菲勒的协和后来当然是更侧重在建立顶尖的医学专业，经营上相对也比较世俗化一点。但是你看他们的起点，那个动力来源，其实都跟基督教的服务精神、医治关怀有关，都是那种仁爱济世的精神体现了，只是策略跟规模不太一样。我懂了。从这种顶尖的医院到更广泛的公共卫生领域，他们好像也投入不少资源呢。像是防治当时好像很普遍的那个钩虫病，还有推广什么定线模式的农村卫生系统。这个又要怎么连接回那个爱人如己的原则呢？这个连接就非常直接了，它直接回应了当时中国社会普遍存在的这种疾病带来的痛苦。像防治钩虫病，大概是从1914年开始，他们就是透过大规模的筛检治疗，很明显的改善了一些地方的健康状况。然后支持河北那个定县农村卫生模式，那算是在探索怎么把基本的卫生保健推广到那么广大的农村地区，是个很早期的尝试。还有他们也资助了中央防疫处的成立，就是今天中国疾控中心的前身嘛。
这些其实都是把那个爱人如己的观念，从关心个人扩大到关心整个群体的健康，可以说是为中国现代公共卫生体系，打下了一些基础，是实际的行动。这样回顾起来看，这段历史真的蛮清楚地展现了信仰，特别是基督教的核心价值，怎么样可以变成一股很强大的动力。在20世纪初的中国，催生了像协和医院这样影响非常深远的医疗和教育机构，留下的印记真的是，很难磨灭。的确是，这也提醒我们，很多看起来很重大的慈善事业或是社会进步的推动，它背后常常有很深刻的信仰或是价值观在支撑。对洛克菲勒家族来说，这就是把他们的信仰转化成改善人类福祉的具体行动，而且那个规模之大，影响之深远，在当时真的是很少见的。这里也留一个问题给大家思考一下，就是说，当我们更深入地了解这些重要的机构，他们在创立时候的历史动机，还有那个信仰背景之后，这会不会影响或者说改变我们现在怎么去看待他们今天的角色和意义呢？谢谢您参与我们这次的探索，下次再见。